泰坦时钟监控电视在基地上方集结，多元世界飞碟在亮相，对阵泰坦时钟。基地陷阱导弹齐出，泰坦时钟领域展开，它将分身乏术，这竟是为了对付泰坦时钟的诡计，从而使基曼启示录启动成功。基地内部场景出现，二登登场，更多潜藏角色相继露面，史前秘密将要浮现。Hey guys，PC 吗 ？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时钟宇宙33集发布了，一共有11分钟。对于时长最长的纪念，我打算和我妹妹一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PC Woman， 欢迎来到我哥哥的频道。我将在视频的后半段出现。本次的解析先由我来带领大家看基地外部发生的事情，基地内部将由我妹妹来。这期光是文案字数就长达7000多字啊，耗时将近7个小时，是解析以来字数最多的一期，相应的时长也是。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并多多发言。这集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，并同时带来一些新的线索以及史前的秘密，例如泰坦时钟的领域计时间暂停，强力飞碟的出现，二登所说对付联盟的计划，07号指挥官出现，还有更多同类型不同编号的强力单位相继从休眠舱醒来，他们将争分夺秒计划最终的决战，使基曼启示录成功。就算泰坦们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，也无法挽回整场战争的败局。这集内容太多了，先带着你们的疑问与我一起重新回顾这长达11分钟的剧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清谨记，视频内容难保有说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的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剧集一开始便是派尔者解救了一位厕所，从他的袖子来看，这应该只是一位普通的监控人，这集也不是全程派尔者视角，不必将过多目光聚焦于他。接着多头厕所出现了，注意看，从左边飞出了一颗时钟手雷，落在了地上，精确预判了多头厕所的走位，使其进入了暂停状态。这个手雷在之前的剧中出现过，有着单位暂停的功效。接着有位绿领监控人出现，他迈着十分欠揍的姿势步伐走了过来，他身上还有2颗时钟手雷以及一卷测制手雷。奇怪的是，他的袖子不是绿色的，一般特殊颜色的普通单位都有着独特的情节，且相同颜色一般也是同一个。之前26集中的拍摄者是绿袖，他与双腮监控在一起的，可以在第7季新增片段中看到他的全身也是绿色袖子，所以26集与新增片段中应该是同一个。那本集出现的这个绿领监控人，我猜测可能是22集的这个，他是绿领和白袖子。如果不是 Dome Studio 的细节问题或是刻意为之的话，那就应该是22集的这个了。解决完了多头侧手后，他又迈着小碎步离开，起飞时甚至还360度旋转走人，看样子他十分的高兴到飞起。可能他觉得打完这场战斗一切都结束了，但事实上远没有这么简单。接着他的监控出现了，他使用牵引枪将某处袭来的坦克厕所丢了出去。注意看，坦克厕所应该马上就要落地了，但又飞了出去。如果不是细节错误，难道是泰坦电视吸的？但泰坦电视貌似没有吸引的能力，可能是泰坦监控再次使用了牵引枪，改变了坦克厕所在空中的运动轨迹。随着2道激光，坦克厕所香消密语，泰坦时钟赶来，3泰坦再次集合。泰坦监控为其点了个赞，你们可以给我点个赞吗？但此时有黑瓢怪显然不想点赞。随着一阵黑暗爆出，预告片段中的3位大将出现了，分别是曾在厕所全国大赛中蝉联冠军的拳击手厕所，以及类似于第7集中曾卖萌的腐蚀骷髅厕所。第3位则是在14集与泰坦钻头对垒胜出的熔岩厕所，他们都是来自各大战区的佼佼者，将要与联盟3巨头开始 battle。看到这样的选手，3泰坦仿佛感受到了降维打击，一个个都不想出手。他的监控抚摸下巴表示要不要泰坦时钟一个人来，但泰坦时钟比划手势显然是想让双泰坦去解决，这么个对手不值得他出手。此时泰坦电视赖不住了，你们推来推去不想干活是吧？那就我自己来。回收预告片段的同时，泰坦电视划拉出了子刀进入战斗。OK， 战斗开始，他选择了拳击手厕所作为对手，但还没等到他走到跟前，拳手搓手率先出击，2拳下去，泰坦电视一愣愣的。泰坦电视感受到新的玩法似乎很有趣，于是收起了子刀，跃跃欲试，看着激动的小眼神。泰坦监控也没闲着，立马选中了2号种子选手熔岩厕所，2锤下去砸中了他的高帽子，缓冲之下似乎没起什么效果。熔岩厕所直接开启岩浆冲击，使得2人拉开了一点距离。战场另一边的泰坦电视一样还在与拳击手厕所对垒，几个摆拳使出，但拳击手厕所经验老道，有效躲避和格挡，降低了伤害。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不分高下。拳击手厕所找到了破绽，一发右勾拳使出，泰坦电视吃了一拳后似乎开始怀疑人生了，露出了无语的小表情。他本不用这么做，似乎是为了好玩，但他好像玩不起了，直接红光。拳击手厕所当场吃惊，大呼输不起就别玩。泰坦电视划出子刀直接带走，拿下了金腰带，并送上了2抹泪光告慰拳击手厕所。另外一边，他的队友泰坦监控也传来了喜报，可以看到他使用了牵引枪，强制将熔岩喷口改变了方向。灵魂之战
交给。成功获得了胜利，腐蚀库的厕所绷不住了，气得抖嘴。他俩打得如火如荼，怎么我没有对手呢？随着一口万年级别的腐蚀喷雾喷出，他一下就有2个对手了。他的电视负责一巴掌，他的监控负责拆解。他的监控使用脉冲炮试图攻击骷髅厕所，但被灵巧的躲开了，于是攻击到了泰坦电视。注意看，在骷髅厕所躲开弹道攻击后，脉冲炮的轨迹冲向泰坦电视时，泰坦电视顿时昂首挺胸，使自己的核心接受了脉冲炮的能量冲击，所以他并没有受到伤害。在下一幕，他通过核心转换又将攻击施加给了骷髅厕所，就跟之前吸收并还给了泰坦钻头一样。此时骷髅厕所竟展现出了有能量护盾，我想这应该就是他右边这个紫色装置产生的。护盾抵抗着脉冲攻击，导致另一边空虚。泰坦监控见机会到了，脉冲炮直接贴脸一发，这一击后大将3兄弟全部击破。注意看，由于泰坦监控贴脸输出，腐蚀骷髅厕所罐装腐蚀液体泄漏，沾上了他的脉冲炮，导致2根炮管子没了，这跟原作类似。腐蚀物沾上后会使机械瘫痪消融。泰坦始终自30级以来连番征战，终于在33级可以观看一手好戏了。此刻他发出了称赞的掌声，以此来认同2位泰坦的表演。虽然说是在 C， 但工作还是要做的。他使用了时间之力恢复了泰坦监控的脉冲炮，泰坦监控也不吝啬的为其点了个赞，但又有红瓢怪不想点赞。随着他的超高速移动掀起了一阵风，使双泰坦差点没站稳。泰坦电视直呼什么鬼？这一道红色身影在3泰坦中来回游窜，但速度太快了，根本捕捉不到。泰坦始终使用时间之力，不过貌似没有什么效果，可能是速度太快，完全无法定位，目标缺失，自然也就无法精确控制。随着2轮冲击镂空，第3次泰坦始终似乎感觉到了位置，时间开始变慢。看着这是一个时间慢速控制技，导致哪怕是飞碟也被迫慢了下来。看准目标一拳挥出，但被一块红色的盾牌挡住了。来者正是预告图中的飞碟，与我们预测一致，有钳子有盾牌，是个混合版的飞碟。看样子在这个世界，飞碟目前还是与厕所在一个战线，在这基地将被入侵时还能出来撑场子。但接下来没有展示他们的战斗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地形开始裂开，吓得裂口前的拍尔者情不自禁拔腿就跑。远不止如此，不远处还有更多地洞打开，展现出了一发发的火箭，这太疯狂了。本以为会像原作类似出来个大怪，没想到是一堆的火箭，这些火箭的数量极其恐怖，从各个口子径直窜向天空。飞碟厕所光速发觉有人要攻击他，随着泰坦监控脉冲炮发出，不出意料依然是被钳住了。随后他将能量还了回去，不过没有命中。泰坦电视开启黑暗分手行动，可以看到他不仅能单独传送刀片，还能局部传送身上的其他部件，例如背后的爪刀。但飞碟厕所凭借自身的优势，使得泰坦电视并没有造成实际伤害。短暂过招后，他便溜之大吉了。3泰坦见如此恐怖数量的火箭飞出，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且说这些火箭的目的地是飞向哪里？那无疑是联盟的各个据点或是扎堆的地方，显然不会是攻击3泰坦。这点可以在后面的对话中得知。在22级一发核弹的情况下，都触动了大规模的联盟成员组织，更何况此刻这么多火箭核弹呢？如果任由其飞向目的地，那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此刻只有3泰坦在场，泰坦电视和泰坦监控把控小范围还行，这么多明显就不足了。可以看到他的监控的摸头震惊，泰坦始终打忘2人后，只有自己能阻止这一切了。回收预告图，只见他从核心中取出了一部分能量，随着双手汇聚渐渐增强，接着通过核心传导再次强化。注意看，飞碟厕所此时再次出现，他似乎想要阻止3泰坦的行动，但随着泰坦石中的能量扩散，显然他来了也无济于事。很快形成了一片时间静止领域，在这个领域中，世间万物都停在了暂停前的一刻，包括双泰坦。哪怕泰坦电视拥有手表也无法抵抗。在这个版本中的泰坦时钟就与30级一样，有手表也无法免于暂停。在这个领域里，泰坦时钟是唯一一个能动的单位。他前进打量了一下地下的火箭，仍然还有非常多没有发射的，他不可能一直保持时间静止，这对他来说负荷太大了。那么此刻就必须要有所抉择了。他抚摸下巴思考后掏出了巨剑，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他操控巨剑向发射飞弹的区域画出了一个圆圆的区域，随后便插在了圆圈的中央，由巨剑中心生成了一个光罩扩散
开来，将先前所画的区域被这光照包裹之中，而在区域外的世界慢慢恢复了正常的时间流速。很显然，这应该是将静止区域缩小了，从而最大程度上的节能。且光照中间有一把剑协助泰坦时钟把控这片区域，那么就说他需要一直维持自己与剑的联系，否则领域可能会消失，从而火箭将会按预定目标前往目的地。换言之，就是泰坦时钟现在分身乏术了，他一边要控制领域，一边要提防打扰的厕所，而这还只是厕所计划的一部分。随着外界的时间静止结束，所有人恢复了正常，但眼前摆着的威胁不仅有飞碟，还有后面的黑烟。是老登，他传送了出来，随即打量了双泰坦和泰坦时钟，看到因为火箭导致泰坦时钟无法行动，他露出了久违的慈祥笑容。那么他的对手少了泰坦时钟这一强力对手，剩下2个泰坦足以撑够他所需要的时间了，那就是撑到基曼启示录启动成功。老登加飞碟对阵双泰坦，你觉得谁强？让你尝尝我的剑。随着泰坦电视的很快结束，场景切换了，解说也切换了，接下来由我来代替我的哥哥，带领大家解析剩下的剧情。可以看到一开始就来到了预告片段中的场景，左下角有着文字信息10个小时前，那么就是说此时发生的时间，看天色的话有可能是在31集前或更早。此刻老登从隧道中驶入归来，不排除上次被刺阿尔法后直接回来，按这样的时间来看能对上。一个金色的变种厕所出现，从他接下来的举动来看，应该是个停机坪指挥员，指挥着大型载具停进精确位置。老登从隧道中驶入，精确降落在了机库，这应该是类似他们的地下车库，停放载具的，所以这里与 G Toilet 所处位置显然不在一起的。接着老登胸前的音响装甲展开，从里面出现了一个集装箱，机械臂将集装箱拿了下来，放置于地面。这里面是小灯，与20集展示的差不多。机甲里是由小灯操控的，一位特工厕所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。看样子，随着阿尔法的离去，这些特工厕所并没有离开，依然还是听命厕所的。特工厕所将小灯带向了一个地方，很明显，这便是此前预告图中展示的地方，那就是生产车间。可以逐步看到一位位强力的单位，整个改造过程，他们被赋予了不同的武器和装备，随着流水线传送带送入下个车间。整体来看，这里才像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基地，而远非之前展示那些长得跟临时据点一样的基地能比的。小灯看到生产线在有序进行之中，满意的点头，他当然满意。对于此刻的他来说，刚脱离了阿尔法，加强自身阵营的实力便成为了不可缺失的部分。他应该很清楚反泰坦与联盟泰坦的具体实力。总的来说，此前基地的相继丢失使他不得不重视起来，他们需要一位强大的单位来对付他们无法对付的人，那就是 G Toilet。 在这个大家伙正式出来前，他要有充足的准备来解决一切阻止他出来的威胁。接着小灯来到了另一个房间，他四下打望，似乎在找寻什么。随着预告中的轮椅出现，这个神秘的单位出现了。好家伙，原来是二灯，他穿着白色服装，显然是科学家了。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才导致他戴了面罩，但他与原作中的二灯不同，他的轮椅上有着很多仪器，且加装了机械臂，一眼看去一度比小灯还要高级。搞不好他在这个宇宙中比小灯还强，但在没有展露更多前，这都仅为猜测。他一进门就开始打趣小灯，看看是谁回来了，还以为你嘎了。显然小灯并不关心这个，可能是在表示说好的秘密武器呢。接着二灯向他讲述他们中的一切人。很显然小灯似乎有点迫不及待看到结果了。除了 G-Man 计划外，二灯还会有一些秘密的东西将要为我们展示，并且还有一个指挥官的角色出现。看样子在这个基地中，小灯的话语权似乎不是唯一的，还有二灯这样的科学家，而且他们的分工不同，相互间应该是独立的，所以这才显得小灯跟个好奇宝宝似的。他们又来到了一个另外的房间，这房间有许多类似休眠舱一样的设施，可能是二灯的实验室。他们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单位，名叫莱昂纳多，有单独的名字。看它的外观，显然也不是一个普通单位，浑身铠甲与装束都显示这不是个简单的角色。二灯甚至叫他先生，十分尊敬的样子。对于这个角色的出现，小灯并没有吃惊，说明他是知道这些单位存在的，但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，赶忙催促二灯办正事。利又开始与小灯交谈，称其怎么还在使用 Skibidi 语言，并表示自己听不懂，这非常奇怪。同为厕所，怎么会语言不通呢？他们是由人类转化而成，所以用着地球语言。在原作中，
Skibidi 语言比地球语言更加高级。如果带入进这个宇宙的话，这个单位听不懂高级语言有2个可能，可能它们存在于久远的时代，而中间进阶的高级语言他们听不懂就正常了。但他说的是怎么还在用 Skibidi 语言，那就是在表示自己是知道这个语种存在的。难道在这个世界，地球语言更高级， Skibidi 语言更原始？看小灯的年纪应该比他大，用着更原始的语言，所以他听不懂这种语种。无论是哪种可能，这都很难猜测，但仍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线索，或许他们来处不一样，导致语言不通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随后二灯在仪器前执行了什么指令，旁边的休眠舱打开了，出现了一位女变种厕所，随后又接连从休眠舱中出现了2个，他们的装束风格几乎一致，有着面具与独特武装装束，而且带有不同的编号，分别是08号、10号、06号。很显然，这些单位来处并不简单。从08溢出来的话语中就可以感受到，他以为这些永远不会发生，或许在很久之前，他们就是被安排的人，不到大危机的情况不会让他们出来。而此刻泰坦们已经打到家门口了，如果他们再待在休眠舱，那就真的休眠了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，他们对时间非常模糊，对于自己沉睡了多久很好奇。当然我们也很好奇，能坐进休眠舱这个地步，显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。可能这些单位是由厕所方下派的，由于星际旅行所需要的时间会非常久，这才迫使他们坐进休眠舱。但08所说的他以为永远不会发生，也不排除是他们的地球先辈留给厕所的最终防线，可能在他们那个时代或者其他地方已经强大到无可匹敌的地步，所以才有让他有了这样的以为。无论是从他们的装备来看，还是全体人形来看，都显得十分的高级。还存在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进化论，他们待在里面是为了升级，就像接下来的对话一样，他们有着一个指挥官，且这个指挥官是第一个参与进化项目的人。他们编号的不同可能是第几个参与的人，但如果是进化论，那么他们从休眠舱中出来时，怎么会没有对于自身进化的惊讶？无论是哪种说法，都存在不确定性，所以只能等待后续更多的展示了。这个基地的设施十分高级，就连过道都有着颇具信息化的各种仪器，旁边还有世界地图。他们提到了泰坦时钟已经统治了战场，说了怎么对付泰坦时钟的办法。这些单位是知道泰坦时钟的存在的，且对于二灯不杀泰坦时钟的提议表现出了极大的反差。难道在他们那个时期就已经在泰坦时钟手上吃了亏？这基本没有边界，没法猜测。06对二灯的能力产生了质疑，甚至夸赞小灯还会在战场上阻止一手，而你却在干什么？接下来就是重点了，他还在准备最后一个步骤。等这个步骤完成后，纵使泰坦们在战斗中赢了，但最终胜利也会在厕所手中。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，就是使泰坦时钟忙碌起来，使其分身乏术，无法顾及首尾，给 G Toilet 启示录争取足够的时间。好家伙，原来这才是启示录真正的策划者。之前经历的种种都在他的策划之中。他对这个计划十分自信，并提到了一个时间点，只需要再坚持15个小时，无论联盟有多少泰坦，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结束。先前泰坦们在山顶的战斗已经是10个小时后的事了，那么按计划的话，说明剩5个小时，而他们也成功让泰坦时钟有了分身乏术的方法，那就是发射成规模的核弹，一个不行那就成群。不得不说这样做非常有效，正如他们的计划一样成功了。整个话题基本都围绕在泰坦时钟，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 G Toilet 身上。经过将近30集的苦修，我想应该可以跟泰坦时钟打了，但任何单位都无法免于时间暂停，就看他们后续怎么利用了。目前对于厕所来说，局势还算 OK， 他们又将话题转向了时钟能力，是不是可以寄托给 AI 来实现？但显然不能。如果可以这样，那时钟人就不会存在了，这样的能力是人类无法实现的。不仅如此，二灯还提到了钻头人、铅笔人，这3种种族都不是他们创造的，难道其他种族就是了？回想一下，他们如果最初是由人类转化的话，那么就有这样的可能。监控、音响、电视都是家电设施，他们能创造出来并不会觉得惊讶，或许这就是厕所方非常容易复制出联盟3家的能力，但这仅为猜测。提到铅笔人时，10号非常愤怒，但目前不知道他为什么愤怒，甚至想立刻前去消灭一些铅笔来解气。那么就是说铅笔在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存在了，这集只有这一点表示了铅笔，难道这就是起源？我想这太模糊了，或许之前的新增片段中的线索都比这多。同时10号对铅笔成见大以外，还想要打音响，并表示了音响很垃圾，尤其是他们的泰坦，这太疯狂了。看样子这哥们儿对这2阵营的成见很高呀，为什么这么高？我想这些谜团我们恐怕不得而知了，只能等后续来看了。莱昂纳多此时发问二灯，时钟、钻头、铅笔不是我们生产的，难道是其他国家生产的？但这点二灯否认了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，但纵使如此，也没有想象过拥有控制时间的能力。正如他之前所说的，他
不认为这是人类能完成的事情。在最终决战前，他们必须要明确分工，给最终启示录争取足够的时间，才能挽救即将覆灭的后果。随着尔登打开了面前的大门，众人进去，只见里面出现了一个人，他胸前挂满了勋章，且带有原作第1集的厕所图片，有着指挥官的字样，编号07。随着他的面容完全展现，好，原来是 Mail 07。本集完，很显然这集无疑是疯狂的，但这应该不是填坑集。虽然有着许多的解释，但又埋下了成群的伏笔。无论如何，这还不是最终决战，内容肯定不止如此。我想后续会着重来写启示录启动的最后5小时，可能会花费很多集，在到来前先期待吧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啦，请点击点赞按钮后有序退出。我是 PC Woman， 我是 PC Woman 哥，期待与你下次再见。